怕不是墓上哪家姑娘了？喝多了就丢下去，醒醒酒。哼，我没有醉，丢就丢吧，我不怕水。可高达近30倍乳铁蛋白的皇家美素佳儿，邀您观看《胡珠夫人》。细胞级修护，预约年轻，肌存硒全新璀璨系列，邀您观看《胡珠夫人》。师傅，您找我。坐。把这封密函亲手交到居点一的手上。之前让你重新填补那些丢了的暗线，以后一并交给他来掌管。填补暗线的事情交给居点一，此事不可呀。照我说的办。胡库此次突袭水井屯，事先毫无预警，可能是有人在大做文章。此事非同小可，师傅就此放手，徒儿只怕……这是陛下的旨意，我等唯有遵旨。既是陛下的旨意，也只能办了。徒儿只是担心，海氏刚到黄泉营，暗线一换，我们就得不到他的消息了。而且不仅得不到他的消息，还有很多事情都不好办。师傅，当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徒儿明白，只是这条线之前都是师傅单独对接居点一，徒儿是下属，又是晚辈，若我去……陛下让我交出这份差事，我已遵旨，其他事情不必在意，你只要暗中留意是否有人盯着林锦司便可，一有异动马上来报。徒儿遵命。怎么办？这密函又不能请别人转交，真是难为死我了。算了，这刘又不知道我是他口中的封神大人，倒不如我就直接闯进去。这刘姐，典一这时候叫咱们去少府监拿布匹，到底是要做什么呀？典一必定有典一的意图，还是快去快回吧。嗯。这刘姐。你说晚上我们吃什么呀？先把公务忙好，再想晚上吃什么吧。嗯，可是我现在还是有点饿了。方大人，酒后了。卓英参见典一大人。让大家去歇息吧。典一大人，陛下有旨，命季风馆将填补汉州一带新旧消息线事务全权交于典一大人。师傅已将先前所有的内容放在这封密函之内，还请典一大人过目。若典一大人有任何疑问，尽管询问卓英。方大人。我这双眼几乎已废，这密函我如何看得清晰？是卓英疏忽了，卓英自会把密函内容详尽向典一大人说明。方大人，交接之事，青海宫大可传我去季风馆，不必劳烦方大人特意跑这一趟。典一大人，师父别无他意，只是稍感不适，身体有恙，所以特派卓英前来，还请典一大人见谅。不是。是。你别挤呀！谁挤你了？是你挤的我。让一下，小心我的水灯。让一下，来吧，放这儿。放好了。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！你们俩放什么灯啊？哎呀，那日陛下从双平湖回去后啊，淑容妃就在京城宫待了一整夜呢。
陛下这些年从未宠幸他人，双妃可不一般呐。对呀，这不是也想来沾沾喜气吗？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放这儿，我来这儿，好了吗？慢点。好了好了。西南一带还是不太平啊。周亥刚除，西平港又有海盗作乱。哼，有些人怕是嫌朕这日子过得太自在了。海盗袭击西平港，原不是这些年才有的事。早些年，他们上岸劫掠财物，遍及隐匿。陈赫然驻守西平港多年，早有对付他们的法子。可是眼下这些海盗，短时间盘桓不去，连续攻击，应该另有目的。臣分析过战报，结合了细作的线报，断定了他们是在刺探西平港的防备弱点。诚如陛下所言，这些人应该是尼华罗与吐火鲁的军丁假扮。这群雷州人，胆子当真是越来越大了。他们屡次犯边，应该不是他们的本意，是胡库人在挑唆受益，与胡库袭击黄泉关乃是双管齐下，南北呼应。汉州那边，消息线的修补交接的如何了？臣已整理完毕，移交给了居典仪。何事喧哗？还不快去看看！陛下，何事惊慌？奴婢们在湖边放水灯，走水了。又不是过节，放什么水灯？还不快说！宫里人都说，淑容妃在湖边放水灯才被陛下宠幸的，所以奴婢们也想沾沾喜气。混账！穆德谦，奴婢在。宫人私下议论帝妃，该当何罪？杖责20。今日放灯的人，各杖责20。若以后再有人敢在双平湖放灯，杖30。若屡犯者，押入内狱。遵旨。还不快拖下去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拖下去！陛下饶命！陛下。启禀陛下，方才只是些水灯失火，所幸又在水面上，已经被扑灭了。知道了。西南那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至于北边，你且放心。臣遵旨，臣先告退。没事吧？800里加急，不要管我。800里加急，快！800里加急，800里加急，800里加急，800里加急！混账！假装海盗侵袭海岸，刺探虚实，实派船舰隐匿海上。这尼华罗与吐火鲁，当真是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陛下，臣愿意带兵前往阻击，保卫疆土。苏明，你虽带兵多年，但对沿海一线并不熟悉。是啊，若派陆军增援，不安水战，也是枉然。陛下，西平港乃是西南沿海的屏障，尼华罗和吐火鲁一旦打开西南大门，只怕将来难以收场啊！青海公，你有何主张？回禀陛下，臣愿一试。至于兵源，刘商军累年屯田，一直没有减员，愿为陛下肝脑涂地。是啊，还有青海宫的刘商军啊。青海公果然忠肝义胆呐！青海公当年随陛下安定天下，便是水陆皆战，水陆皆胜。今日有青海公出马，西平港定然安然无恙。如此甚好。
青海公，此番行动全权交由你负责，即刻出发。臣遵旨。师傅，西平岗情形甚危，师傅此番前去，您真的不要卓英陪您一同吗？西平岗再乱，他能翻得了天吗？师傅的意思是，京畿要地与西平岗，孰重孰轻？卓英明白。陛下的安危永远放在第一位。我不在都中的时候，你跟少子要日夜留意，保证陛下的安全。还有，你要留意是否有人盯着灵锦寺，在汉州的细作网线上动手脚。师傅，您也一路留心。放心，我已经传消息给刘商军，刘商靠近西边，我先跟他们主力会合，再赶往西平岗。卓英定不负使命。参军，汤将军可在营房？在，小的这边去禀告。不必了。是。汤将军，方大人前来，可是有要事找汤某商议？是。末将发现，自10日前水井屯一战之后，逃走的2000胡库兵在黄泉关彻底消失了。没有任何的线索，末将觉得很奇怪。这2000人总要吃喝，总要宿营，就算隐藏的再小心，也总会有线索的。方大人和汤某想到一处去了。胡库那边的细作没有传来任何消息，我已派出人手前往关外查探，但至今尚无结果。我方才查看地图也是在想，这冰川之路已然封上，他们既无退路，到底隐匿在了何处？末将只是担心。这水井屯一战只是胡库人的计谋，我怕后面还有更大的威胁在等着。方大人所言极是，若胡库趁此当口大举进攻，黄泉关的百姓怕是在劫难逃。本将军即刻增派人手前往关外巡查。末将想带一小队人马前往水井屯查探究竟。你乃是参军，原不用如此劳苦，带兵打仗才是你的职责。黄泉关是大征的命脉。保证黄泉关的百姓不被胡库人欺凌，才是我等的职责。还请汤将军允准末将的请求。难得方大人有这份担当，你便点一队人马出关去吧。是。等等，如今大雪风暴将至，黄泉关外尽是荒漠戈壁，偶有断山，胡库人凶残又暴力，万事小心为上。谢汤将军。39小儿感冒药，孩子感冒怎么办？就这么办。39小儿感冒药，邀您继续观看《胡珠夫人》。
将军，天气凉了，加件衣裳吧。你说，这渡鸦几日能到达西平港？属下并不知道这渡鸦几日能到达西平港，只知道会比人快。他们就算再快马加鞭，也快不过这只渡鸦。哼，他欠我一条命，你说他会不会拿方建明的命来抵我的恩情呢？你说，这雪是不是追着咱们哥几个跑啊？哎，咱们出来2日，就下了2日2夜的雪，还不能生火。要我说呀，还不如生火呢。引几个胡库兵过来打一架，还能暖和暖和。我是宋典，急着追上大家，毯子拿的不多，大家将就一晚吧。几个人共用1张，能暖和一些。别等胡库人来了，冻得哆哆嗦嗦的，拿不住刀了。来，多谢，大哥，分给大家吧。来，兄弟，来。之前汤将军曾跟我说，有一名小队长在黄泉营待了8年，说的就是您吧？是，宋典参见方大人。听说你之前负责巡查送讯的工作，人称活地图，想必你也是对周遭的地形熟悉，所以才派你来的吧？是的。宋大哥是汉州人。汉州人。汉州1年之中大半时间比这还冷，要不是当地人习惯了，怎么在这地方待得下去啊？不像你们中州人，在这待个3年2载，一到换房的时候，就哭爹喊娘的要回去。说话别这么难听啊！就算你是汉州人，你就心甘情愿待在这军营里啊？就是。再怎么说，家里也比军营舒服多啊！要不是为了养活老母妻儿，谁会愿意待在这种地方？汉州也有绿洲，并不是处处戈壁。这一走了2日了，都没有见到胡库人。宋大哥，你说这胡库人会不会藏在附近的绿洲啊？胡库人劫掠为生，待在绿洲做什么？休养生息。再者说了，天冷了，大多数绿洲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。那要如何寻找胡库人呢？从水井屯撤离的胡库人，少说也有1000人，不可能什么都不留下的。可我看这一路走来，一直在下雪，就算有马粪也被盖住了。方大人，您真是用了心了，还请宋大哥多指点。小的不敢。不过，今年胡库蛮子饿得慌了，知道咱们关上有粮，就跟狼嗅到了血腥气一样。进水井屯被反击了，现在都盯着黄泉关。要是从西边迂回300里来找粮，怕是粮还没找到，人已经饿死了吧？倒不如寻找加满人所在。加满人？是的，黄泉关外东为加满，西为胡库，胡库又分为左部和右部。加满人大多散居，但也会有自己的聚集地。胡库人喜欢到加满人的聚集地劫掠，除了抢劫食物之外，还会抓近1000人养在军营里，打仗的时候用他们做2脚羊。两脚羊？就是2只脚的牲口，平日当做牛马用，上了战场就是挡箭牌。历来兵书上只教用火牛阵，没有教用活人来当挡箭牌的。这些人为了打仗，真的什么缺德事都能做出来。哎，小伙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打水井屯的时候，好像也有加满人。对，那他们为什么到处散居呢？加满人一向是蛮族中的异类，以耕织商贸糊口活人，并不喜欢争斗。近些年来，屡屡被其他蛮族部落侵略，逐渐失去土地，变成了流民。再加上弱小的加满人夹在高大壮硕的胡库人之间，一眼就可以分辨，所以被胡库人抓来做挡箭牌。那明日便有劳宋大哥，带我们到加满人时常聚集的地方去。遵命。睡吧睡吧，咱明天还要赶路呢。睡觉。睡觉。
醒醒！大哥，雪停了，怎么是这个时候啊？幸亏雪停了，不然这雪得把咱们给埋了。哎，宋大哥呢？哎，昨日夜里不是还睡在这儿吗？大人，小的去四周转了一圈，辨别了一下方向，由此向北1日多的行程便到了皮罗山，皮罗山下便是加满人时常聚集的地方。好，那便往皮罗山出发吧。是。大哥，脚印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加满人特别多？这一路走来，马蹄印都多了不少。果然马蹄印变多了。糟了，会不会是胡库人在追击加满人？这些足迹是向东侧去的，咱们应该向东快追啊！连续下了几日大雪，就算有脚印，也应该早被盖住了。突然有这么多脚印，大概是有埋伏吧。方大人，机不可失啊！咱们还是应该快些追啊！宋大哥，你昨日夜里去了哪儿？谁派你来的？你的主谋是谁？大哥，怎么办？他把我们引过来，一定是因为胡库人就在附近。这附近只有皮罗山能够隐藏大批人踪。那就沿着马蹄印走。他让我们向东走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往东走。这样吧，你跟我一起，我们包抄过去查探看看。是。王，自从那边的人传来消息，说带着方海师往这个方向来了之后，就失去了联系，我们也没有寻到他的踪迹。难道他识破了这里的陷阱？也罢，咱们先按原计划行事。此一，你为先锋，若遇到方海市，就给我杀了那个狼崽子；若是遇不上他，也别管这个小卒，尽管避开大征前哨官兵，直抵黄泉营。我们的目标是一举拿下黄泉关，自战若胜，汉州就是我胡窟总部的了。好像是胡库主力，行军的方向是黄泉营，他们要搞奇袭。不行，你回去通知汤将军，我去麒麟营看能不能搬来救兵。好。胡库大军来了！胡库大军来了！快备战！是吴耀和萧武，快开城门！是。果不出所料，前日线报称胡库左部主力还在水井屯，今日已偷偷向黄泉关挺进了。想靠奇袭占便宜。傅大人，在，立刻传消息给麒麟营前来救援。是，谭将军，方大人已经前往麒麟营了。什么？方大人对地形不熟，避免出现意外，再传。是。探子营立即出发，沿黄泉关至皮罗山沿路查探，半个时辰一送消息，不可懈怠。是。张大人，立即调派所有兵将部署行动，
严阵以待。是。西平岗刺史陈赫然参见青海公。现在情形如何？敌方战船尚未攻击，但已在攻击范围之内。敌我状况？敌方战船与西平港相隔不过110海里，若乘风疾驰，不消半个时辰，便可攻打西平港。目前探知，大敌船有30艘，不知有否后应。西平港军备，大战船仅有8艘，小船15艘，驻军1万有余，加上流伤军不过2万人，可能这场仗要僵持很久。青海公疾驰数百里，想必劳累已极，不如先下榻歇息。把所有军事部署，还有人事的分配，所有卷宗送到我房中。还有，政府将领有何特长，一并告知。是。青海公，这是副将修风，为人仔细，对西平港也熟悉。作战之日，便跟随青海公左右侍奉。卑职带路，青海公，请随卑职来。唐将军，虎库大军已然逼近，何时下令放箭？人群中有很多加满人，贸然放箭，恐怕会伤到他们。眼下形势十分凶险，倘若黄城关失守，便可危及到大征啊！准备放箭，尽量别伤到加满人。是。准备放箭！准备放箭！
守不住也得守。西林营那边可有消息？侦察线被截，消息传不进来。是谁利用？ 传令下去，能出战的全部集结，随本将军出战。官在人在，官毁人亡。是。
射杀的可是个王啊，所以胡库人才会举起黑旗。我听说胡库人死后从不下葬，只是各部藩王战死沙场之后，才会将尸首送回去，包裹上黄金下葬。这佐普敦王啊，生性好斗，袭击黄泉营那3000兵马也是他的部下。现在他死了，所以他们才撤退的。那是卓英吗？除去发色，那面容与身形，我与卓英从小一起长大，绝不会认错。汤将军，快免礼。此战内功不可没呀！先是断出胡库阴谋，寻人通信，再借到麒麟营的救兵，还射杀了佐仆敦王，当机立断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！汤将军过奖了。此番若不是黄泉营与麒麟营合力抗敌，也没有那么容易击败胡库大军。方大人过谦了。汤将军，末将认为，宋典所为并非一己私仇，黄泉营内可能还有其他细作深藏。只可惜这宋典已死，他的头领是谁，无从查知。我们还得多加小心，暗中查探，消息不可外露。是。此次胡库左部老王已死，这新佐仆敦王是老王的异母弟，听探子说原本就不亲睦，因此才下令撤退的。但不知他们何时还会再举进攻，我们还当小心防范才是。汤将军，末将还有一事。何事？那些加满的难民。汤某知道方大人也是恻隐之心，但汉州今冬不比往年，大雪饥寒，黄泉关内外都比往年贫瘠。黄泉关是大征北边最重要的关口，这些难民入关，只会消耗咱们的粮草和药物。方大人，善念可取，但恐怕会影响军备。那些难民，我们可否收留他们，在营中做帮手？这些加满人自由惯了，多年来做两脚羊也不知道反抗，哪有那么容易凝聚起来？况且如今大雪封路，粮草运输不容易，西南海防又被雷州各部的军队骚扰。此次，陛下派青海公率刘商军出征西平港，想必战事吃紧，朝廷当时应接不暇呀，也不便为了这些难民去叨扰朝廷。您刚刚说师父带着刘商军去了西平港。是啊，刘商军快刀血刃，一度让九州震撼的刘商军，天下人有多久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？大征的海岸线绵长，雷州诸部又擅长水战，师父此番怕是要费些心思了。必须要让所有战船列好阵型。还有，这里，青海公，黄泉关密函。你们几位先回去歇息。是。黄泉关一战，黄泉营与麒麟营夹击，方参军射杀胡库左部敦王，胡库左部暂时撤出边关，右部暂无动静，一切安好。立刻把消息传出去，密切留意胡库左右两部行动，右部尤甚，死守黄泉关，令保海师周全。是。这扳指贵重，带到战场上，唯恐碎了，还是还给师父吧。师父若是不想下棋的话，不如跟海狮赌一赌。师父您猜猜，我哪一只手拿的是黑子？如果师父猜错的话，就算是我赢了。我赢了的话，师父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无论以后海狮做错任何事情，您可以骂我罚我，但是不能不理我了。好吗，师父？又什么？我赢了。说好了，师父以后不能不理我了。师父这么多年对海狮的教导，海狮一直都记在心里，
也非常感谢师傅对我的教导，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。我之前弄坏了师傅的玉佩，所以给师傅做了这个。过几日考弓马骑射，这些你一向做得很好，争口气。知道了，师傅。谢谢师傅。师傅没有和据点义成亲吗？还是师傅一如既往以国事为重，匆匆成亲便赶赴西平港了？西平港的战事如何？同黄泉关一样紧迫吗？方大人，张大人，黄泉关的景色不如天启城，大半年的时间几乎是枯草残雪，想必让方大人失望了。哪里？说起风土人情，倒是黄泉关扎实些。那些加满的难民呢？方大人不用担心那些加满人，那些加满人已经习惯了居无定所的生活，想必他们也是不会入关的。所以从昨日刚刚入夜，便去了红药园。经过红药园，就是他们的聚集地，那里有蓝姿城。蓝姿城？糟了，今日刚刚传来线报，虎库右部曾在红药园出现过。方大人，汤将军，方大人果然机敏，刚刚得到虎库右部的消息，你便赶来了。虎库右部可曾靠向红药园？西座传来了最新消息，虎库右部占领了加满人在红药园上的聚集地蓝姿城。看样子，暂时是没有攻打黄泉关的行动。但若虎库右部休养一阵子，抓够了两脚羊，便未可知啊。左部跟右部可是会联合。虎库人天性好战，虽说左右两部都属虎库，且彼此之间有血亲关系，但两部素来不和，各谋其政，联合作战的可能性极低。只是虎库右部有了蓝姿城作为补给，对于黄泉关而言，倒是个不小的隐患。先前那些加满的难民并不知道蓝姿城已经被占了，正在赶往那边去。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。汤将军，请准许末将前去救他们。不可。那些加满人若是被胡库人抓了，最终矛头还是会指向黄泉关。咱们就算不收留他们，也不能让他们被胡库人抓了去。请汤将军准许末将带上一队兵马，赶在加满人到达红药园之前告知他们，蓝姿城已经被占了，请他们改变行进路线。汤将军，也罢，快去快回。谢汤将军。